要想知道事情经过，去找你们的那位掌教大人便可知晓。庞博的父亲说话间，便向白衣安的方向行去，而灵狐安安也没有阻拦，毕竟事关他家小姐安危，他也很想知道事情原委。来到白衣安后，他们也没有卖关子，而是直接将如今象山谷的情况告知了白衣安掌教，也将灵狐月月拿着葫芦进入那湖泊的事情告知了白衣安掌教。原本庞博以及灵狐安安三人还以为白衣安掌教会知道关于那里的秘密，可谁曾想得知经过后，就连白衣安掌教也是感到极为吃惊，甚至面露恐惧，竟然会有如此大的变化。那丫头怎么这么傻啊？怪我了，我就不应该让你们两个在这个时候去取那件东西。白衣安掌教此时的脸上满是后悔与自责。掌教大人，现在说这些都晚了，您还是说说那葫芦是从何而来？您先前之前与我家小姐又到底交代了什么吧？灵狐安安追问道。他很关心灵狐月月的安危，而白衣安掌教倒也没有隐瞒，将事情的经过告知了灵狐安安以及庞博三人。白衣安掌教虽然贵为白衣安的掌控者，可是在云灵族的面前其实根本不入法眼。白衣安与云灵族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势力，而他能与云灵族有关系，其实还起因于大概13年前。13年，有一个位老者出现在了白衣安之外，他当时坐在山脚下，看上去很疲惫，像是修炼过度，也像是经历了恶斗，总之有些虚弱。白衣安掌教出于善心，便为其送上了一碗清水。那清水实际上是特殊炼制过的药水，味道如水，可却有着缓解疲乏的功效。可当时的白衣安掌教并不知晓的是，那位老者竟然是一个修为高深莫测的修武高手，那等高人，实力超然，身上的宝物自然也是很多。白衣安掌教所准备的清水自然不会对他有太多帮助，可只因白衣安掌教的这个善举，那位修为高深的老者便赠予了白衣安掌教2件宝物，一个是绿色的瓷碗，而另外一个则是后来灵狐月月所使用的葫芦。之后老者更是带着白衣安掌教前往了象山谷，将那绿色的瓷碗放到精神泉水的宫殿之内，而绿色的瓷碗放在宫殿之后，精神泉水流出的速度竟然变快了一些，这让云灵族欣喜若狂。毕竟云灵族守着那精神泉水已有多年，但始终对精神泉水都没有办法，而那老者只是一个瓷碗就能让精神泉水流出的速度加快，他们自然高兴。但老者却明确地告诉了云灵族的族长，那瓷碗是属于白衣安的，放在那里只是寄存。令人意外的是，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云灵族族长对于老者这个要求竟然也是毫不犹豫地应了下来，并且还承诺白衣安的人来取，随时可以将那瓷碗取走，他们绝不阻拦。老者便带着白衣安掌教离开了象山谷后，又传授了白衣安掌教一个法诀，并且老者还告知白衣安掌教一件事，叫其8年之后再去将那瓷碗取回来，然后通过其传授的法诀去催动瓷碗，瓷碗是可以用来修炼的。除此之外，老者还提醒了白衣安掌教，告知他若是哪天听闻象山谷内的精神泉水出现变故，或者象山谷出现裂痕，便说明这一带有危险降临，白衣安掌教需要立刻离开此地。若是危机时刻，可动用那葫芦的力量，那个葫芦可以保他安宁。只是那瓷碗为何8年后就能用来修炼，以及象山谷会出现怎样的危险，那位老者却皆是没有说。自那之后，老者便离开了，且再也没有出现过。而转眼间已经过去了10余年，其实早就可以将那瓷碗取回来了。不过白衣安掌教其实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所以他一直没有去取那瓷碗拿回来修炼。他想着，既然那瓷碗能够增加精神泉水流出的速度，那总归是一件好事，不如就成全了云灵族以及来自星号求取精神泉水的人们。但是当他得知如今象山谷出现了变故后，他就忽然想起了那位老者与他说的话，所以他才命令胡月月以及灵狐安安去将那个瓷碗取回来。尽管他也不知道象山谷的变故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从当年那位老者的话语中，他也是意识到事情可能不简单，所以他又将那个葫芦给了灵狐月月，告诉了灵狐月月催动那葫芦的方法，且告诉灵狐月月，倘若象山谷内发生变故，出现凶险，就让他催动那葫芦，那葫芦能保灵狐月月以及灵狐安安的性命。只是连白衣安掌教都没有想到，如今精神泉水处竟然被毒水淹没，化作湖泊，并且里面还有远古生物出没。事到如今，他也终于明白为何那位老者会提醒他了。很显然，那位老者早就知道此处的情况，他早就预料到了此地会出现变故，只是他之前并没有意识到此处真的会变得如此凶险。前辈，那您可知道那位神秘的大人是叫做什么名字？庞博好奇地问道。不仅他一脸好奇，就连他的父亲以及灵狐安安也是一脸的好奇，他们都听出来了，那位神秘的老者定然是非同一般的人物。那位神秘老者所知晓的应该远比他们见到的要多，而现在象山谷陷入危机之中，若是找到那位神秘老者，搞不好那神秘老者会有方法控制住此地的情况。那位大人未曾与我说其他叫什么？白衣安掌教摇了摇头。那他长什么样子？您画出来，我可以去打听一下他的身份。庞博继续说道。可是白衣安掌教却是很无奈地摇了摇头。难道说前辈您没有见到那位大人的真容？庞博问道。不是，当时我是见到了那位大人，并未掩盖容貌。白衣安掌教说道。难道说是那位大人不让您将他的样貌泄露出去？庞博问道。不是，白衣安掌教再度摇了摇头。那这庞博以及他的父亲还有灵狐安安这3人面面相觑，同时眼中充满不解，他们都想知道白衣安掌教为何不肯直接将那位神秘老者的样貌说出来。看出了庞博3人的疑惑后，白衣安掌教也是终于开口。不是我不想说，也不是那位大人不让说，而是自从与那位大人分别后，我便记不清那位大人的模样了。我记得与那位大人交谈过的每一个字，也清楚记得我看清了那位大人的脸，可是后来
却完全忘记那位大人的模样。其实不只是我，就连云灵族的族长以及云灵族的其他人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白衣安掌教说道。听闻此话，庞博三人终于明白了，白衣安掌教以及云灵族的人应该是被抹除了记忆，而他们所被抹除的记忆只是那位大人的样貌，所以那位大人所说的话以及所做的事，他们都记得，但唯独那位大人的样貌，他们记不起来了。看来那位大人是一位真正的世外高人啊！庞博的父亲感叹起来。不过修罗大人都已经答应你们帮忙去找那瓷碗了，为何月月姑娘还是要跳入湖泊之中呢？庞博感到有些不解，于是对灵狐安安问道。他看得出来，灵狐安安与灵狐月月关系很好，所以他觉得这种问题灵狐安安应该有答案。我觉得我家小姐应该是担心修罗大人，因为修罗大人对我们两个有救命之恩，所以我觉得我家小姐应该担心修罗大人出现不测，所以才跟过去的吧。灵狐安安说道。那为何不直接将那葫芦交给修罗大人？庞博再度问道。因为那葫芦只有月月可以使用。忽然白衣安掌教抢着开口了，只有他能使用。三人都是有些惊讶，毕竟按理来说那葫芦白衣安掌教也可以使用啊。当年那位大人告知了我一个法诀，那个法诀可以催动那只碗，从而进行修炼，但是那葫芦的使用方法却并非是单纯的法诀，还有一个印记。大人将印记给我，我便可以催动葫芦，但同时那印记是可以传承的，而我已经将那印记传承给了月月，而那印记每次传承需要相隔8年时间，所以现在以至于未来8年内，月月她是唯一一个可以催动那葫芦的人。白衣安掌教说道。原来是这样。听到这里，庞博以及庞博的父亲都是明白了，真是想不到在这项山谷竟然隐藏着远古生物，希望月月姑娘与修罗大人都能够平安归来吧。庞博的父亲说道。事到如今，他们都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为楚风与灵狐月月祈祷。此时楚风早已经进入了湖泊的深处。楚风进入湖泊后，其实先是进入了宫殿，但却并没有找到灵狐月月所说的绿色瓷碗。之后楚风又在宫殿附近寻找了一下，但却也都没有找到，于是楚风便没有再找了。楚风看得出来，宫殿内碎裂的东西有着不少，但没有一样是值钱的，说明宫殿内的宝物都被人拿走了。楚风判断，要么是被远古生物，或者是之前进入湖泊内的人拿走了。当然，最有可能的其实还是被云灵族的人提前收了起来。云灵族的人又不傻，既然知道宫殿内有宝物，自然不可能放置不管，所以楚风觉得继续寻找已经没有必要，于是他并没有过多的在那个宫殿附近逗留，而是向这湖泊深处前行。因为裂痕的缘故，导致这湖泊内部非常的大，并且错综复杂，根本不是表面湖泊的那么简单。这湖泊深处俨然形成了一个水中世界，并且这湖泊内到处都是远古生物，数量非常的多，多到无法估量。哪怕刚刚冲出湖泊的远古生物数量已经不少，可若与这水下世界内的相比，刚刚冲出湖泊去袭击修武者的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并且如庞博的父亲所说，这里面甚至有许多尊者巅峰的远古生物活动，而先前从湖泊内追出去的那些远古生物，虽然修为也不弱，但至少还没有尊者巅峰的出去。不过以楚风的修为，尊者巅峰他也并不惧怕。可是当楚风进入湖泊之中，就连他也赶忙运用隐藏阵法，将自己隐藏了起来。他并不敢大意，甚至一举一动皆是小心翼翼。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楚风在这湖泊深处，楚风感受到了极为强大的压迫感，因为对方实力实在太强，楚风根本无法判断对方的修为，而这种存在对于楚风来说简直是致命的。但幸运的是，那些存在虽然实力恐怖，但却被结界封锁，短时间之内还威胁不到楚风。而最重要的是，楚风发现精神泉水并非是消失了，其实它还在源源不断的向外流动，只是因为数量稀少，并且与这湖水混合，所以不会被人察觉，但楚风却看得清清楚楚。而如今地表深处裂开，楚风可以不断下行，只要跟随着那精神泉水的，楚风就可以找到源泉。只是这地底世界实在太深，简直就像是无边无尽，哪怕楚风快速向下飞掠，可也耗费了许久的时间。不过眼下楚风终于是停了下来。此时在楚风的前方仍是那五彩缤纷的湖水，看起来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但楚风却是目露狂喜，终于找到了。楚风他已经发现了精神泉水的源泉，并且此处并没有远古生物存在，所以楚风便开始布置结界阵法。楚风可没有打算在这里进行修炼，因为这里实在太危险了。根据楚风的观察，他觉得此处有强大的结界，那结界是阻挡远古生物的关键。可现在那结界已经被破坏，所以才会有远古生物逃出去，而现在仍有强大的远古生物在不断冲击那结界。只要那结界被彻底摧毁，那么那些藏在地底深处修为无法估量的远古生物们也都可以离开此处。并且根据楚风的判断，这结界已经岌岌可危，根本就支撑不了多久了，所以楚风必须抓紧时间将精神泉水直接带走，离开此处之后再慢慢修炼。只是精神泉水已经与这毒水混合，楚风必须用结界阵法进行抽离才行。好在这对于楚风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不过半个时辰的功夫，楚风就成功将大量的精神泉水收入囊中。其实此处的精神泉水的体量非常巨大，但楚风并不贪心，他只是将足够自己修炼的精神泉水收入囊中后便准备离开。可忽然间有一道光芒体快速的从不远处划过，那是看到那道光芒体之后，已经准备离开的楚风顿时双眼放光，随后他二话不说，身形一转便向那光芒体追了过去。因为那是一件修炼至宝，虽然对楚风无用，但楚风能够感觉到那东西对于戒灵却有着大用，还真是意外收获呀。楚风越发欣喜，随着他与那光芒体的距离拉近，楚风越发能够感受到
那东西的厉害。若说能够抓住这个东西，楚风甚至不用等女王大人醒来，就可以自己给女王大人使用。与其说这是用来修炼的至宝，倒不如说这是可以直接让界灵修为增强的至宝。修炼至宝还是需要修炼，也是要看天赋。可这个东西不用，它就像是一颗能够增强修为的药丸，只要得到它，就一定能够完全得到它的力量，不用费什么力气，最多就是耗费一些时间去消化它罢了。而这样的东西，楚风自然不会错过。况且眼下已是唾手可得。可忽然间，那光芒体绽放了奇异的光芒，紧接着它竟然消失不见。若是旁人遇到这种情况，多半是慌了。刚刚好在的修炼奇物，转眼间就消失不见，那等于是到了手的东西又飞走了呀。可楚风却是得意一笑，小家伙，和我玩这一套。话罢，随后只见其身形一纵，瞬息消失。当其再度出现之时，已是万米之外。楚风探手一抓，明明抓取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可当楚风的掌心收紧之后，却看到一道光芒体落入了楚风的手中。那光芒体上下扭动，竟然还在挣扎，只是奈何无论他怎样挣扎，都无法逃脱楚风的掌心。果然天地神奇，在这结界之力以及强大武力相互交织之时，竟然能够形成这种产物。还好你还没有诞生真正的灵智，否则我还真的不好对你下手。看着手中挣扎的光芒体，楚风感慨地笑了笑。他知道这个宝物乃是刚刚孕育而成，算是天地奇物，而之所以能够孕育而出，便与此处的独特环境有关。按理来说，武力与结界之力对抗，乃是修武界很寻常的事情，人们都不会与孕育生命联想到一起。可是偏偏此地就孕育出了这样一个修炼奇物，而这正是天地间的奇妙之处。忽然，这方水域开始剧烈的颤动，紧接着强大的气息开始自水域下方冲击而来。紧接着，楚风能够感受到无数道强大的气息正自的底深处飞掠而出。尽管楚风没有亲眼看到，但却能够凭借精神力感应得出来，那乃是远古生物，并且这一次远古生物的气息变得非常的强大。每一只远古生物的修为至少都在至尊境，且数量之多，简直无法估量。楚风猜测，起码也有数万只至尊境的远古生物正在快速的飞掠而出，已经不受阻挡。他们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当楚风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已是覆盖了这方水域的各处，甚至还有一只从楚风的面前掠过。那是一只长相极为狰狞的怪物，它浑身漆黑，体型似人，可却比人高大得多，身高足有10余米。可虽然体型似人，但它绝对不是人，因为它的身上布满了黑色的鳞片，背后还有一鳍一样的东西。最主要的是，它有着极为尖锐的牙齿，牙齿之大都已经暴露到了嘴的外面，看上去既恶心又恐怖。不过最可怕的却是那一双血红色的眼睛，血红色的眼珠足有拳头大小，看上去很不协调。可是那血红色的眼珠却是尽显凶狠，杀机毕露。虽然同是远古生物，可是此处的远古生物却与斩妖大地幕下方的那些疾风猎族完全不同。疾风猎族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文明，除了他们是源自远古时期的种族外，其实与当代修武者很像。可此处的远古生物一看就非善类，这从之前掠出湖面之后便立刻释放杀机，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凶残。若是这些远古生物冲出此处，到达外面的话，多半会大开杀戒，那可真的是一场灾祸降临了。尤其刚刚从水域下方冲出来的远古生物，修为实在太强了。就比如楚风眼前的这只，楚风虽然无法判断它的修为，但根据它的速度，楚风便可以大概猜测到它的修为很可能是3品至尊，甚至更强。这个家伙只是意念之间就可以将楚风抹杀于此地，可偏偏如同这样的存在，竟然有着数万指。楚风刚刚还可以挥手之间抹杀大量远古生物，可是现在他却根本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此地已有数万个可以轻易抹杀自己的存在。不过幸运的是，楚风有先见之明，提前在身上布置了隐藏阵法，所以这只远古生物并没有发现楚风。但他从楚风身旁掠过后，竟然停了下来。他盘膝而坐，闭上双眼，双手叠加，像是在捏动奇特的法诀。紧接着，楚风能够感受到那些从地底世界冲出，修为乃是至尊境的远古生物，竟然全部不动了。他们就好像是接到了命令一样，到达特定的位置后，便全部停了下来。忽然，楚风不远处的那只远古生物身上的鳞片竟然开始颤动，紧接着一种奇异的波动开始从他体内释放而出。那波动从楚风身边掠过，楚风感觉非常的痛苦。可是忽然间，那波动消失了，不是消失了，而是释放而出的波动忽然收缩回去，凝聚到了那远古生物的身上。紧接着，那奇异的波动化作肉眼可见的形态，如同利刃一般，笔直的向水域深处冲击而去。不仅仅是他，楚风能够感觉到这方水域四面八方都有着这种奇异的力量在向水域深处冲击而去。下一刻，楚风甚至能够看到下方的水域出现一道道涟漪，那楚风一直未曾看到的结界阵法，在这奇异波动的攻击之下，楚风终于能够看到一些端倪。糟了，这些家伙是想从外面去瓦解最后的结界阵法，也就是说，除了这些远古生物外，还有更为强大的远古生物。楚风觉得越发不妙。从楚风的观察来看，那结界减弱之后，修为较弱的远古生物便可以脱困，而此时在楚风不远处的远古生物明显已经脱困了。脱困之后，他们不仅没有离开此处，反而是整齐有序，宛如布阵一般，释放出他们独特的力量去攻击那结界阵法。这便说明还有更可怕的远古生物在那守护结界的下方。该死，必须尽快离开此处。楚风眼见不妙，也不犹豫，而是赶忙身形一转，便向外飞掠而去。这些远古生物破开结界的速度
比楚风预想的还要快。楚风必须抓紧时间离开此处，然后尽可能的去通知周围的人逃离此处。若是晚了，必然要有许多人要死。可楚风刚刚动身没多久，一声刺耳的咆哮便自水域下方传来。紧接着，楚风能够感觉到那些原本在释放奇异力量攻击那结界阵法的远古生物们，竟然有许多开始移动。他们速度极快，并且所移动的方向竟然是同一个位置，而那个位置竟然是楚风所在的方向。糟糕，我被发现了！此时，楚风也是眉头紧皱，暗叫不好，因为不仅楚风的后方有至尊境的远古生物在快速飞掠而来，就连在楚风的上方以及四面八方都有至尊境的远古生物在向楚风飞掠而来。楚风塔已经被彻底包围，根本无路可逃。至尊境那是楚风现在无法抗衡的存在，随便一个至尊境都足以抹杀楚风，更何况此时竟有这么多位至尊境的强者在快速的向楚风靠近，且个个杀机毕露，就是奔着将楚风抹杀而来。楚风能够感觉到，他们最弱的也是一品至尊，最强的甚至超越3品至尊。这是一种什么概念？这就等于这些远古生物之中，甚至有比红衣圣地掌教还要强悍的存在。最可怕的是，他们修为太强了，身形未知，威压先行。楚风能够感觉到，那威压马上就要来到自己身边，而那威压之中满是杀意。若是触碰到楚风，楚风便将立刻魂飞魄散，根本没有生还的余地。小子，别慌，本神保护你。可就在楚风陷入绝望之际，竟有一道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那是一名女子的声音，并且这个声音非常的好听。楚风觉得这个声音有些熟悉，但一时之间根本想不起来从哪里听到过，是谁？于是楚风赶忙追问起来，并且四下寻找，可是四下观望，却根本没有看到那个说话的人，反倒是自四面八方席卷而来的威压越来越近。忽然，楚风的身上绽放出了光芒，那光芒神圣无比，并且是楚风体内释放而出。看到那光芒的一刻，楚风自己都愣住了，因为这根本不是他的手段。紧接着，那光芒开始在楚风的下方凝聚，竟然化作一只鹿，一只美丽至极、身体如玉却又神圣无比的鹿。而此时，楚风正骑在那只鹿的身上。前辈，是您！此时，楚风恍然大悟，他终于想起那个声音是谁了，那乃是在疾风列族之内得到的一个远古秘技。得到远古秘技之后，楚风并未掌握秘技修炼方法，反而是进入了一个奇异的世界。在那奇异世界内，楚风见到了一个能够幻化成美丽女子的鹿，而此时出现在楚风身下的这只鹿，正是楚风在奇异世界内所见到的那一只。这么快就忘记了本神？你这小子还真是一个负心人！楚风的耳边再度映入那女子的声音，这一次楚风注意到身下的鹿根本没有开口，那声音是直接进入自己耳朵之中的，就好像是界灵在与自己沟通一般。可此时的楚风根本没心思去想那些，他的眼中满是震撼，因为当那女子的声音再度响起之前，楚风身下所骑着的这只鹿已经开始动了起来，那速度极快，已经超过了追赶自己的威压。虽然那威压自四面八方而来，似是形成了天罗地网，可实际上仍有逃生的空间。而那只鹿便带着楚风以光一般的速度快速奔腾，很快便摆脱了那些威压的追逐。我怎么会看得如此清楚？楚风内心不解，这速度太快了。楚风也曾被高手带着前行过，可是因为修为有限的缘故，在速度太快的情况下，楚风根本看不清周围的情况。在过快的情况下，楚风周围的一切都会化作流光，快速从自己的身边掠过，什么都看不清，最多只能用精神力去感应。可这一次则是不然，这一次楚风的速度简直是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级别，简直可以说快到了一种极致。可就是如此快速的移动之下，周围的情况却并没有模糊，一切的一切，楚风竟然全都看得清清楚楚。楚风能够清楚地看到，眼见楚风要逃脱，那些远古生物开始释放武技，绚丽的武技，且强大凶狠，宛如千军万马向楚风冲击而来。可是那武技再厉害，却根本无法追赶上楚风，甚至在楚风的面前，竟然显得非常的缓慢。要知道，那可是至尊境的手段。最为惊叹的是，这只鹿不仅带着楚风躲过了威压以及武技的追击，甚至这只鹿带着楚风从那些远古生物的身边掠过。那样近的距离之下，远古生物仍然无法抓捕到楚风，楚风甚至能够从他们恐怖的脸上看到错愕与震惊，想必就连他们也被楚风此时的变化给吓到了。楚风进入这水域深处，花费了不少时间，可在这只鹿的带领下，不过一瞬的功夫，楚风就已经冲出了湖泊。冲出湖泊后，楚风能够看到所有人都离开了，于是楚风也是松了一口气，至少不用顾及太多人了。可忽然间，楚风神色一动，他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离开了，还有一道身影映入了楚风的眼帘，还有一个人没有走，是之前那名想要用湖水洗脸的老婆婆。那名老婆婆此时还盘坐在先前的地方，仍是之前的姿势，似是在修炼一样。尽管知道这位老婆婆修为很强，是一位深不可测的前辈，可此时湖泊内的那些远古生物修为同样深不可测，最重要的是还有更为可怕的存在没有出现。因此楚风觉得这位老婆婆在这里非常危险。前辈，等一下，带那位婆婆一起走吧。于是楚风赶忙对那只鹿开口，麻烦。此时那只鹿已经带着楚风离开了湖泊，可是楚风此话说出后，他还是立刻转身来到了那老婆婆身旁。前辈，醒一醒，湖内有变动，该离开了。楚风来到那老婆婆身前说道，可那名老婆婆已经双目紧闭，没有一丝反应。小子，你修为太弱了，你知道吗？那鹿的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我知道的，前辈。楚风说道，你修为太弱，本神以你为导体，不仅力量被束缚，无法完全发挥，而且所能施展的时间也是有限，你明白吗？
那路再度说道。楚风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呀个屁！本神的意思是想说你要救人，本神不管，但你他娘的给本神抓紧时间，否则本神力量消失，你也要死在这里。猛然间，楚风的耳边映入了刺耳的咆哮声，神鹿怒吼带来的影响，除了震得楚风耳朵嗡嗡作响之外，也是让楚风明白此时的情况并不乐观。神鹿虽强，可并不能持续太久，所以楚风看向了那位老婆婆，前辈得罪了。随后，楚风便直接将老婆婆抓起来，放在了神鹿之上。可哪怕如此，那老婆婆竟然也没有睁开双眼，并且她的身体都没有变化，她的身体非常僵硬，就像是石像一般。楚风猜测，这位老婆婆虽然脑袋好像有些问题，可是她一定是在用搞特殊的方法修炼，否则不会这般。但楚风已经没时间去思考太多，他能感受到那些远古生物并未放弃对他的追杀，并且此时已经非常靠近。于是楚风带着那老婆婆便立刻向外航去。可是走出象山谷没有多久，楚风便看到了众人，人群之中，楚风还看到了云灵族的人。看来云灵族的人也是意识到情况不妙，所以早早的就与众人一同离开了象山谷。可是显然他们并没有走远，大家快走，此处很不安全。楚风大声呼喊道：“谁在说话？”那声音好像是修罗大人的。修罗大人，修罗大人在哪？众人听到了楚风的声音，但却根本看不到楚风。这也不怪他们，因为楚风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当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楚风已是来到了人群之中。诸位，远古生物已经摆脱了结界的束缚，这一次可不是尊者境了，而是至尊境。至少数万名至尊境的远古生物已经从那湖泊内出来了。大家快逃吧，能逃多远就逃多远，千万不要停下来。楚风骑着神鹿于半空之上，对众人大声说道：“真的是修罗大人啊！修罗大人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没看到？修罗大人，您这是什么姿势啊？”可是相比于楚风所说的话，人们更关注的却是楚风的动作。对于众人的问话，楚风也是有些愣住了。他感觉莫名其妙，自己明明在与他们说此地的凶险，可他们在说些什么啊？因为你的修为太弱，所以本神无法释放出完整力量，除了你之外，他们都看不到本神的存在。所以在他们眼中，此刻的你就像是一个披着夸站在半空中的傻子。哦，身后还盘坐着一个睡觉的老太婆。在楚风不解之际，那只鹿的声音映入楚风耳帘。原来是这样。听过神鹿的解释后，楚风知道众人为何如此惊奇了。与此同时，他也是想起那些湖泊深处的远古生物，之前看自己的目光好像也是非常震惊的。搞了半天，他们震惊的不仅仅是楚风的速度，还有楚风的姿势。修罗大人，忽然有熟悉的声音响起，顺声观望，楚风看到3道身影飞掠而来，落在了楚风的身前。这3位乃是灵狐安安、庞博和他的父亲。修罗大人，您说那些远古生物冲破结界了，并且修为还在至尊境，这是真的吗？庞博的父亲一脸凝重地问道。我亲眼所见，绝对错不了，并且他们现在正在向这个方向赶来，大家快走，否则都要死。楚风再度以凝重的语气对众人呼喊道。哇，远古生物脱困了，修为竟然还是至尊境。他们刚刚只注意到楚风出现后奇特的姿势，竟忽略了楚风所说的话。可是现在楚风再度重复，他们也是反应过来，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逃，快逃啊，否则大家都要死。于是乎，他们一个个的拔空而起，立刻逃窜。可是他们刚刚动身，便有刺耳的声音自向山谷的方向传来。无论逃脱的还是犹豫的，或是被吓得不知所措的，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朝着向山谷的方向看了过去。可这一看不要紧，所有人都被惊呆了。只见山石与树木在飞舞，就连土地都在崩裂，就连虚空都在崩塌。向山谷的方向已经惨不忍睹，那里天昏地暗，宛如末日临世。而那种景象仍在不断扩张，向他们的方向席卷而来。是向山谷的方向出现了极为恐怖的力量，那力量排山倒海，所过之处天崩地裂。而最重要的是，当他们看到那恐怖的景象之时，那力量已是距离他们也是非常之近。那一刻，就连逃脱的人都是面如死灰。他们看得出来，以那力量扩张的速度来推断，不过顷刻之间，那力量就会将他们也吞没。以他们的速度，根本已经没有逃脱的机会。于是他们已经放弃了逃脱，甚至有人闭上了眼睛，有人抱住了重要的亲人，他们已是做好了等死的准备。可紧接着，阵阵轰鸣在不远处不断传来，人们甚至能够看到恐怖的涟漪如滔天猛兽开始吞噬天地。可任凭那威压涟漪再如何凶猛，却伤及不到在场的任何一人，因为在天地之间好像出现了一道无形的屏障，是那屏障将那恐怖的涟漪给挡了下来。紧接着，人们能够看到远古生物出现，凶残的远古生物张着血盆大口向人们冲击而来。可是紧接着，他们有发出痛苦的哀嚎，因为他们在半空之上被硬生生的拦住了，并且就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面露痛苦。还是那无形的屏障，那阻挡住威压的无形屏障，同样将这些远古生物也阻挡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众人一个个的满面惊恐，同时又是目瞪口呆，他们已经被眼前的一幕弄糊涂了。楚风没有骗他们，那些远古生物的确是至尊境的存在，这从他们所释放的威压就看得出来。可是为何这些远古生物此刻就像是被拦住了一样？明明那些远古生物拥有可以抹杀他们的力量，但此刻却偏偏奈何不得他们。就在众人不解之际，天地之间出现了奇异的光华，那是符咒，无数道符咒自地底浮现，如同排兵布阵一般快速升起，最终形成一道符咒墙壁，横在了众人以及那远古生物之间。那是阵法，一道贯穿天地的结界阵法。那结界阵法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
将以象山谷为中心，方圆万里的土地全部封锁了起来。也正是那结界阵法，将那些远古生物以及远古生物的威压给硬生生的挡了下来。看着那贯穿云端、封锁天地的结界阵法，许多人已是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就连见多识广的楚风也是目瞪口呆。如此磅礴的结界阵法不会凭空出现，这让人们意识到，这应该是早就有人布置在这里的。这也验证了楚风说象山谷那湖泊深处本就有结界阵法，阻挡那些远古生物的说法。所以人们觉得，此时的阵法以及象山谷那湖泊内的阵法，应该是同一人所布置的。可这结界阵法真的浮现在人们面前时，他们却有了相同的感叹：这结界阵法也未免太强了。雄伟而壮观的结界阵法，使得人们内心都在颤动。尽管大家都是修武者，也都多少见过一些世面，可眼前这等景象，还是生平第一次看见。看着那将众多至尊境远古生物困住的结界阵法，人们感觉自己渺小的同时，更多的却是兴奋。那一定是修武者的力量，世界灵师的力量，是强大的存在所布置的手笔。这让他们再度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着强大到让他们目瞪口呆的存在，同时也让他们好奇，这位布置结界阻挡远古生物的存在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不管是谁，在众人心中，那位都已经是如同神灵一般的人物了。不过短暂的震惊过后，人们也是重新认识到眼前的情况。远古生物虽然被困，可危险却仍然存在。于是此处的大部分人开始继续逃窜，趁着远古生物被拦住，他们觉得必须抓住这逃脱的机会。但是也有一些胆大的人觉得有那结界阵法在，那些远古生物已经无法伤害到他们，所以留在此处观察情况。这些人中有云灵族的人，也有其他来自各方势力的人，当然也包括刚刚回到此处的庞博以及灵狐安安等人，还有楚风。忽然间，那些妖物的声音有了变化，那声音很像是凄惨的哀嚎。起初人们还不确定，可是当那些原本位于地上与虚空不断冲击结界阵法的远古生物们开始纷纷跌落下，在地上翻滚，露出痛苦的表情后，人们终于确定了，他们的确是在哀嚎。可是好端端的，他们为何会如此痛苦？这让人们感到不解。毕竟在人们的注视下，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对那远古生物造成攻击的力量存在啊！他们此时的痛苦简直就是无缘无故。紧接着，在人们的注视下，那些远古生物肉身竟然开始碎裂，在众人的眼皮底子地下飞灰烟灭，连一块骨头都没有剩下。不过眨眼的功夫，那结界阵法之内所有远古生物竟然全部都消失了。若不是被他们摧毁的一切都还原样的摆在那里，人们甚至会怀疑那些远古生物是否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好厉害的阵法，竟然将这些远古生物全部抹杀！好，杀得好！这些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就当杀！猛然间，天地间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音。尽管没有看到攻击那些远古生物的力量，但人们还是觉得那些远古生物是被结界阵法的力量所抹杀。可是相比于旁人，楚风却是眉头紧锁，目光也变得深邃起来。虽然楚风看不穿那结界阵法是何等界灵师的手笔，但他却看得出来，那结界阵法似乎只是拦住了远古生物，并没有对他们造成攻击。那些远古生物更像是被另外一种力量所杀死。可是是什么力量呢？难道说远古生物真的无法在这个时代存活？忽然楚风想起了在疾风列族内听到的传言，那传言便是远古时期有过一场浩劫，是那场浩劫导致远古时期的生物以及修武者全部消失。尽管如疾风列族以及此处如凶兽一般狰狞的生物都从远古时期传承了下来，可却并未彻底躲过那浩劫。他们必须留在地底之中，依靠特殊的力量存活。若是离开那力量的守护，来到地表之上，便会死去。虽然楚风不能确定刚刚那些远古生物的死是否与那所谓的浩劫有关，可是他们的确死得很是蹊跷。大人，我家小姐呢？难道说我家小姐遭遇了不测？忽然灵狐安安的声音响起，而当楚风看向她时，那灵狐安安竟然哭成了泪人，满脸的泪水正不断顺着她的脸颊垂落而下。你家小姐不是应该和你们在一起吗？楚风尽管这样问，可是他已经意识到可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而随后灵狐安安以及庞博将楚风离开后的事情告知了楚风，当然也将他们从白衣安掌教那里所知道的事情也都告诉了楚风。真是胡闹！得知经过，楚风甚是无奈。他很清楚如今像山谷内的湖泊有多危险，就算灵狐月月有一位神秘高人留下的葫芦守护，可在那种遍布远古生物的环境下，能否存活仍是一个未知数。你们给我听好了，若是那结界阵法消失，你们就立刻离开，有多远逃多远。若是那结界阵法没有消失，就在这里等着。但无论如何都不许再进入象山谷。楚风留下这句话后，便忽然消失了。修罗大人看着那消失的楚风，灵狐安安以及庞博等人面面相觑，皆是一脸茫然。因为楚风消失的太快，让他们猝不及防，并且他们根本不知道楚风去了哪里，只是听楚风的意思，好像是去救灵狐月月了。但为何往象山谷的方向观望，却根本没有看到楚风的身影？而实际上，楚风的确是返回象山谷去找灵狐月月了。尽管这样很冒险，可楚风总归是要试试，趁着神鹿还未消失，他至少还能在湖泊内来去自如。至于为何提醒灵狐安安他们不要再进入象山谷，那是因为楚风可以看得出来，那结界阵法虽然厉害，能够挡得住至尊境远古生物的攻击，可那阻挡只是针对象山谷的方向，阵法之外的人若想进去，可以不受阻拦。不仅楚风可以进去，就算灵狐安安他们想进去也是可以的。不对，这结界阵法这样强悍，修罗大人也进不去吧？那他到底去哪里了？这不，庞博就一脸不解地询问起来，因为他忽然意识到
有那结界阵法在，他们所有人都无法再进入象山谷了才是。就算楚风想去救灵狐月月，也没有办法呀。可就在这时，那位沉睡的老婆婆却是睁开了双眼。睁开眼眸之后，她便踏空而行，一步一步如攀登无形的阶梯一般，从地表走到了万米高空，随后继续前行。她踏空而行，步伐缓慢，可却看得众人瞠目结舌。人们发现那老婆婆所走的方向乃是象山谷，又是这个老太婆，她可真是不知死活。那结界阵法连远古生物都能抹杀，她过去是要做什么？婆婆，快停下！那阵法很危险。看到老婆婆的举动，有人嗤之以鼻，但也有人开口劝阻。可无论什么样的声音，那老婆婆都是不予理会。随后，那奇异的一幕发生了，人们清晰地看到，那老婆婆穿过了贯穿天地的结界阵法，并且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就那样毫发无损地走了过去，并且继续朝着象山谷的方向走去。难道说那结界阵法失效了？亲眼看到那老婆婆穿过了结界阵法，人们慌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那阵法只能抵挡那些远古生物，不能抵挡阵法之外的人。第一反应就是觉得那阵法失效了，觉得如果此时远古生物再出现，远古生物也不再受那阵法束缚。于是许多人纷纷纵身而起，离开了此处。此时竟只剩下云灵族的人以及灵狐安安等极少数人还留在此地。族长大人，象山谷如此变故，简直如那位大人所说一模一样，我们也该走了，继续留在此处，怕是要灭族啊。此时云灵族有许多人都围绕着一名身材挺拔的男子说道，而那名男子自然便是云灵族的族长。真是没有想到，我云灵族的下方竟然真的有远古生物。此时云灵族族长也是叹息一声，随后他望向了灵狐安安，高呼一声，姑娘。话罢，云灵族族长手臂一扬，一道绿色的光芒便飞向了灵狐安安。灵狐安安探手一接，惊愕地发现那竟然是一个绿色的瓷碗。前辈，您早就将这瓷碗收了起来。灵狐安安问道，如此贵重的物品，我岂能不收起来？你们真是年轻不懂事，你们应该去找我讨要这件宝物，怎可贸然进入那湖泊之中？罢了，事到如今，埋怨已是没用，你们赶快离开吧。记得通知你白衣安的掌教，告诉他，当年那位大人所说之话已是应验，此地不可再留，赶紧离开吧。话罢，云灵族族长便拔空而起，紧接着云灵族的其他族人也是如同无数道箭矢一般，直奔天际的远方而去。当云灵族的大队人马也离开后，仅剩的其他人也纷纷起身逃遁。这里竟然就只剩下了灵狐安安、庞博以及庞博的父亲3个人。安安姑娘，要不我们也离开吧？庞博对灵狐安安说道，我要在这里等我家小姐，你们走吧。对了，麻烦2位将这个交给我家掌教。灵狐安安将那绿色瓷碗交给了庞博以及庞博的父亲。那好吧，虽然相处时间不长，可庞博以及庞博的父亲却都已经了解到灵狐安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他们也不再深劝。结果那绿色的瓷碗后便向白衣安的方向行去。可谁成想，没过多久，竟然又有一道身影飞掠而来，是白衣安的掌教。掌教大人，您怎么来了？看到白衣安掌教，灵狐安安很是意外，难道说他们没有通知您？那瓷碗……忽然灵狐安安变得自责起来，他觉得很可能是庞博以及庞博的父亲将那绿色的瓷碗给带走了。安安，不许胡说！白衣安掌教说话间，手掌自袖口探出，在他的手中正握着那绿色的瓷碗。我是听闻那2位的话后才来到这里的，咱们白衣安的弟子们都已经离开了，可你与月月卷入此事却是因我而起，我应当与你们一同承受这结果。白衣安掌教说道。听闻此话，灵狐安安心中也是荡起了涟漪。他知道白衣安掌教是一个好人，也多少了解他的为人，所以他并没有去劝白衣安掌教，而是选择与他一起守在此处，等着那位修罗大人归来。至于楚风，他驾驭着神鹿，速度极快。此时楚风不仅进入了湖泊之中，更是已经在湖泊内四下寻找起来。终于在一个地方，楚风发现了灵狐月月的踪迹。灵狐月月被困住了，无数只强大的远古生物正在围攻着灵狐月月。幸亏灵狐月月的身上有着一层结界阵法守护着他，否则就凭借他的修为，那可是必死无疑。畜生们，来抓老子啊！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猛然间，楚风大喝一声，这声大喝不仅让灵狐月月注意到了楚风，那些远古生物也是注意到了楚风。紧接着，那些原本围攻灵狐月月的远古生物便纷纷向楚风围攻而来。尽管这些远古生物之中还有至尊境的存在，可在楚风这神鹿的速度之下，他们根本就无法追赶到楚风。甚至当他们对灵狐月月的围攻之势松懈之后，楚风便一个转身，便来到了灵狐月月的身旁。走，我带你出去。楚风说道。可是楚风此话刚刚说完，他却傻眼了。他惊愕地发现，他身下的神鹿竟然消失不见了。而最重要的是，此时那些刚刚被自己引走的远古生物已是再度飞掠而来。这一次不仅是灵狐月月被困住了，就连他也被包围了。月月姑娘，快让我进去！无奈之下，楚风对着灵狐月月大吼道。灵狐月月尽管很是惊讶，但他却明白楚风的意思，于是赶忙催动那葫芦，使得那守护阵法的力量将楚风也保护了起来。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功夫，那些远古生物的攻势已是来到近前。不过好在那葫芦的守护力量足够强横，所以楚风和灵狐月月倒是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大人，你不是要带我走吗？灵狐月月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楚风。嗨嗨，这个可能暂时是不行了。楚风则是一脸的尴尬。修罗大人，怎么了？灵狐月月一脸不解地看着楚风，一言难尽，简单的说，就是我刚刚有办法带你离开，但是现在不行了。楚风的脸上再度露出尴尬而有些无奈的笑容，但随后又问向灵狐月月，不是叫你在外面等着，为何又跟进来了？我是怕修罗大人遇到危险，但又不确定这葫芦是否有作用，
所以便想自己进入这里面试试葫芦的效果。若是葫芦真的有抵挡远古生物的力量，便可以帮助修罗大人。可是这里面太大了，我忽略了修罗大人修为高深，我根本追赶不上修罗大人这一点，所以便迷了路。本来我凭借着葫芦的力量，还能在里面寻找修罗大人，可谁曾想，后来遇到了至尊境的远古生物，他们力量太强，我根本无法逃脱，便被困在了此地。实在抱歉，我又给修罗大人添麻烦了。灵狐月月越说越没有底气，甚至双眼都泛红了。他也不是胆小怕事，楚风很清楚，灵狐月月可不是胆小的人。他之所以会这般，应该是因为自责，因为他这荒唐的举动，使得楚风也落入了危险的境地。眼看继续说下去，灵狐月月都要哭了出来。楚风赶忙开口：“好了，这事也怪不得你，若不是这葫芦的力量，我刚刚也就死了。”说起来，这葫芦的力量还真是不容小觑。见楚风这样说，灵狐月月愧疚之色却仍是不减。看来大人已经知道这葫芦的由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葫芦真的这么厉害。只是可惜，他虽然挡得住至尊境的攻势，可能做的却也有限。大人，您仔细看，这守护结界隐隐间也出现了些许细小的裂痕。若是有修为境界更高的至尊境出现，可能这葫芦释放的力量也难以抵挡。灵狐月月指着那葫芦内所释放的守护结界补充道。可其实不用灵狐月月提醒，楚风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楚风分析，此时攻击他们的远古生物中，最强的应该也就是3品至尊。这样看来，若是有5品至尊，甚至4品至尊出手，这葫芦的力量可能都要坚持不住。此时他们虽然躲过一劫，但眼下的情况却也的确不容乐观。忽然间，这方水域剧烈地颤动起来，紧接着楚风能够听到刺耳的咆哮，那是无数只远古生物所发出的咆哮。就连围攻他们的这些远古生物，竟然也停止了攻势，开始发呼那咆哮，那好像是欢呼一般。因为楚风看得出来，这些远古生物好像非常的高兴。忽然，一股气息自水域深处席卷而来。大人，这感受到那气息之后，灵狐月月顿时满面惊恐，甚至吓得脸色苍白，瑟瑟发抖。就连楚风也是眉头紧皱，暗叫不好，那气息太过压抑，就宛如是来自地狱，那是毁灭性的气息。看来那结界已被彻底摧毁，那被封印在地底深处最强的远古生物出现了。这是楚风的猜测，但他却觉得多半也是如此。可对方太强了，尽管那位还没有对他发动攻势，可那强大的气息已是超出了楚风的判断。楚风根本无法确定对方的修为是否还在至尊境，可倘若不是至尊境的话，那岂不是就是5尊？至尊初期都可抹杀楚风，若是5尊境的存在出现，他当如何抵挡？就算这葫芦的力量，也定是不堪一击。大人，前辈，您再帮我一次吧，带我逃离这里，您的大恩我一定没齿难忘。楚风开始在心里尝试与那神鹿沟通，可是却没有任何回应。事实上，那神鹿若不与他沟通，楚风也是联系不到那神鹿，那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根本不像是秘籍那么简单。无知人族，本尊被困于此，便因你们，本尊没去找你们，你竟然还敢擅闯本尊领地，今日就先取了你的狗命。忽然，一道苍劲有力且充满古老韵味的声音自那水域深处响起，紧接着楚风能够感觉到磅礴的杀意以无法估算的速度快速向自己冲击而来。与此同时，还有死亡的气息，那死亡的气息太过恐怖，明明还未靠近，可是灵狐月月已是七孔流血，昏死了过去。此时楚风已经顾不得帮助灵狐月月了，因为他很清楚，就连他也要死了，并且这死亡根本不用等太久，而是立刻。而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面前，他所能做的唯有等死。怎么回事？可忽然间，楚风神色一动，他惊愕地发现，明明那死亡的气息已经来到近前，可却忽然消失了，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动静，就那样消失了。紧接着，那些围在楚风周围的远古生物发出了凄厉的惨叫，而在楚风的注视下，楚风能够看到他们的肉身开始破碎。尽管他们是远古生物，可是他们的血液也是红色，肉身碎裂之后，鲜血便染红了水域。不过是顷刻之间，那些远古生物全部死去，不仅仅是围绕着楚风的远古生物全部死去，这水域之中其他远古生物的生命也全部在消失，就好像从水域上方进入了一股力量，那力量所过之处，所有远古生物都会被抹杀。而眼下那力量正在向水域深处压迫而去，那个架势俨然是要将此处的远古生物全部抹除。楚风内心震撼，那力量太恐怖了，一路走去简直毫无阻碍，所有远古生物根本无法与其抗衡，全部在瞬息之间便丧失性命，形魂俱灭。可偏偏楚风没有感受到任何威压，也没有感受到毁灭的气息，那力量简直就是无形。难道说又是那所谓的浩劫？楚风有了这种猜测，可却又不能确定。先前那些在外面的远古生物也是被无形的力量抹杀，这与此时的情况很像，可偏偏死法并不一样。那些远古生物肉身化作飞灰，没有留下一滴血液，就好像直接被抹除了一样。可是这些远古生物不是，他们是肉身碎裂而死，否则鲜血也不会染红了这湖水。正因死法不同，才让楚风无法确定。楚风望向水域深处，再度感觉到了那种直击灵魂般的恐惧，这与刚刚面对死亡时的恐惧还不一样。这一次乃是面对未知而产生的恐惧，相比于直面死亡，这种未知反而更让楚风不寒而栗。刚刚水域之中还布满了生命，可顷刻之间竟然全部死去，辽阔的水域皆被鲜血染红，红色的死寂使得此地不仅给人一种视觉的冲击，更是让人觉得诡异。尽管如此，楚风却仍在观察着，好奇心驱使着楚风想要了解更多。他想知道那无形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他也想知道
那些位于水域深处的远古生物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可水域太深，深不可测，楚风的感知力有限，若非水域深处的存在主动释放气息，他根本无法感知到水域深处的情况。因此，楚风不知道此时的水域深处是一个怎样的境地，可却能够想象得到那如同末日一般的画面。虽然未曾亲眼看到，可楚风却觉得，哪怕水域深处的远古生物，多半也在面临灭顶之灾。忽然，水域深处剧烈的颤动，那波动从内向外席卷而来，就连这方水域都被瞬间吞噬。波动太强，楚风以及灵狐月月竟被直接推出湖面。幸亏有那葫芦释放的力量守护，否则只是刚刚的波动，都很可能将楚风重创。楚风发出一声叹息，这是一种无力的叹息。他真的很想知道水域深处正在发生什么，可是奈何自己太过渺小了。哪怕他已是祖武星域的最强天才，甚至在这诸天星域的小辈之中，也没有人是他对手。可此时此刻，他却又一次深深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弱小，这里太危险了，危险到楚风也是不敢再继续观望。于是他抓住灵狐月月，解除那葫芦的力量，一边为灵狐月月一边疗伤，一边拔空而起，带着灵狐月月离开了此处。很快，楚风找到了灵狐安安以及白衣安掌教，看到楚风与灵狐月月安然归来，他们也都是欣喜若狂。显然，湖泊内发生的一切，他们没有丝毫察觉，所以他们有的只是欣喜，没有恐慌。可楚风却没有与他们解释太多，而是带着他们快速地向远方逃遁而去。因为楚风知道，接下来这方天地不会再像此时这般平静，必定会爆发可怕的波动。楚风甚至不能确定那贯穿天地的守护结界能否挡得住这接下来即将爆发的波动，所以他才要立刻带着灵狐月月他们离开。偏偏这一切，楚风都猜对了。楚风他们离开没有多久，水域深处便再度传来剧烈的震动，强大的涟漪一波接着一波，开始不断的自水域深处肆虐开来。倘若说刚刚将楚风以及灵狐月月冲出湖面的波动，那葫芦的力量还能抗住，那么此时随便一道涟漪都足以将那葫芦的力量彻底摧毁。涟漪越来越强，轰鸣越发刺耳，这波动的影响早已不只是那湖泊之内，像山谷连绵数万米的山脉早已碎裂崩塌，滚滚浓烟冲天而起，覆盖虚空数万里，就连这方大地也是裂痕遍地，甚至有火山喷发，岩浆喷涌，天地之间皆是一片末日景象。不过好在还有那守护结界在，那封锁天地的守护结界将恐怖的景象封锁在了结界之内，使其无法继续蔓延。若是没有这守护结界，天知道这场破坏会蔓延到哪里。可实际上，若与水域深处相比，地表之上的动静简直就是不值一提。水域深处浪潮滔天，恐怖的能量涟漪如同一只只具有生命的猛兽，肆虐咆哮，欲要毁天灭地。很显然，一场超乎想象的大战正在水域深处爆发。最重要的是，那修为高深到无法估量的远古生物再度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吼：你是谁？为何要对我族出手？无冤无仇，为何要非要置我族于死地？够了，够了！当初那位也只是将我等封存于此，你为何如此无情，非要赶尽杀绝？我知错了，我不再妄想离开此地了，放过我们一马，求您了，求！那被楚风认为是此处最强的远古生物，声音开始变得虚弱且痛苦，甚至他竟然开始求饶。可是除了他的声音外，却没有任何回应，并且很快他的声音也是彻底消失了。而当他的声音消失后，这方水域便没有了任何声音，那恐怖的威势也是渐渐平息。这方水域再度恢复了宁静，但恐怖的气息却越发浓郁。过了许久之后，有两道身影从远处飞掠而来，穿过了那守护结界，直奔这项山谷内的水域深处之中。而这两位乃是袁术以及袁术的师尊汤晨大师。此时，汤晨大师手中拿着一个特殊的罗盘，那罗盘之上有着一个图案，那图案与这项山谷有些相像。除了那个图案，还显示着一座大阵，只是那座大阵已经彻底碎裂。此时，汤晨大师的目光早已不在这罗盘之上，而是用那深邃的目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师尊，这血的味道应该不是修武者，也不是寻常的妖物，难道说是被封印于此地的远古凶兽？一番观察之后，袁术对其师尊问道：的确，远古凶兽，他们全部都死了，就连那只具备智慧的兽王也死了。汤晨大师说道：兽王也死了，是师尊阵法的力量杀死的他们吗？袁术看向汤晨大师，但却有些不太确定。他知道这里的守护阵法乃是他的师尊汤晨大师所布，正因知道阵法破裂，他师尊才带着他来到此处，目的就是想要修复阵法，再度将那些远古凶兽封印起来。可他并未听他师尊说过留下了攻杀大阵，所以他才无法确定这些远古凶兽的死是不是与他师尊有关。不是我做的，我的阵法只能阻拦住他们，还无法抹杀他们。汤晨大师说道：那是怎么回事？袁术更加不解。是他人所为，是有人将这些远古凶兽抹杀了。汤晨大师说道：是他人所为，那岂不是说在这轮回上界还有如同师尊这样的人物在？师尊是谁啊？袁术非常的好奇，他听他师尊提起过此处，早就知道这里的远古凶兽虽然除了那个兽王外，其他远古生物只有杀戮本性，没有太多智慧，可他们的实力却很强，尤其那个兽王乃是超越至尊的存在，能够将这些远古凶兽以及那个兽王全部抹杀，可以看出那位是一个怎样的狠角色。而袁术很想知道这样的狠角色究竟是谁，我也不知道是何人所为，只是根据我的判断，此人抹杀这些远古凶兽用时非常之短，这可以侧面推断出他的实力。汤晨大师说道：那师尊，您觉得这个人适合修为？袁术追问道：恐怕此人修为还要在老夫之上。汤晨大师叹道：是比师尊还要强的人吗？
袁术眼中的金色越发浓郁。他从小在其师尊身边长大，可至今为止，他都不知道他师尊真正的实力到底有多强。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师尊的修为实在太强了，强大到深不可测。至今为止，他还从未见过比他师尊更强的修武者出现过。可此时他的师尊竟然说，这里出现了一个比他师尊还强的人物，他怎能不惊？出现堪比师尊的顶尖高手，来遏制这些远古凶兽，倒也是一件好事。短暂的震惊过后，袁术以拍马屁的口吻说道：“他师尊都说了，这个人很可能在其师尊之上。”但袁术却说，此人堪比他师尊。这话自然是拍马屁，可对于袁术这个话，其师尊汤臣大师却是并未理会，而是叹息一声：“师尊，为何叹息？”袁术不解，此人手段狠辣，虽然对付的是远古凶兽，但也侧面说明他本性冷酷，而他又实力强横，难以断定是福是祸。汤臣大师说道：“师尊，此人虽将远古凶兽尽数抹杀，但似乎并未滥杀无辜，应该不像是坏人吧？”袁术问道：“此人第一次出手，尚不知其具体目的。以他的性格，若有人招惹于他，多半是难逃一死。不过，相信他不会无缘无故滥杀无辜。可我担心他会对远古生物大开杀戒。这些远古凶兽天性凶狠，威胁性大，他若杀了，倒也罢了。可如疾风列族等远古势力，却也有着他们的文明。上天让他们这些种族从远古时期残存下来，那也是他们的命数。若是被这个时代的修武者强行抹杀，便是有违天意，不知是福是祸。”汤臣大师说道：“原来师尊所讲的不知福祸，是指这一点。”此时袁术恍然大悟，虽然他师尊常常教导他不要多管闲事，他人生死乃是他人的命，可实际上他师尊却是一个心怀天下之人，否则怎能耗费心力布置结界阵法，阻止远古生物重返这个世界呢？师尊，远古生物不止轮回上界有，其他世界定然也有，其他星域、其他天河注定也都有。远古生物重返这个世界乃是迟早的事。师尊担心远古生物对这个时代的人大开杀戒，才想尽办法封锁他们，可如今又担心当今时代的人对远古生物大开杀戒。看来师尊的愿望是希望这个时代的修武者能与远古时代的残存者共同生存。袁术问道：“若能共存，自然最好。”汤臣大师说道：“师尊，我有一个问题，若是远古时期的残存者真的与这个时代的修武者开战，您是会选择站在哪一方，还是袖手旁观？”袁术问道：“愚蠢的问题，老夫属于这个时代，自然站在这个时代的立场。若远古残存者与我辈不能共存，老夫就算拼掉性命，也要与他们殊死一搏。”汤臣大师说道：“弟子定然追随师尊的脚步。”袁术笑嘻嘻地说道：“别贫了，你最近那龙变之感可有掌握？”忽然汤臣看向袁术：“弟子愚蠢，尚未能彻底掌握。”袁术说道：“那你还有时间在这里贫嘴，回去之后给我闭关修炼，若不能掌握龙变一重，不许出关。”汤臣大师忽然目露怒意，整个人都变得无比严厉。弟子知道了。袁术赶忙低头施礼。此时的他不敢再溜须拍马，反而尽显畏惧，但同时他的眼中也有些恐惧。他恐惧的不只是他师尊，还有那龙变之感。他深知掌握那龙变之感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深知痛苦到让他想要逃避，不敢去面对。可是如今他却又到了不得不去面对，不得不去挑战的地步。不是为师对你严厉，而是为师对你寄予厚望。我听闻那吕介已经掌握了龙变之感第2种，可你如今却连龙变之感第1种都未能掌握，而他的修为更非你可比。你们2人年龄相仿，为师又对你寄予厚望，眼看着你们2人渐渐拉开了差距，为师真的是急啊！汤臣大师忽然叹息一声，他的这声叹息尽显无奈。师尊放心，弟子定然会超越那吕介，为师尊争光。忽然袁术的眼中竟然闪过了别样的光芒，深知老一辈这件事情的他，也明白这件事情对于他师尊的重要性。虽然掌握龙变之感是一件极难之事，可为了替他师尊争光，他还是决定竭尽全力，不敢懈怠。